是习惯用微笑武装，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，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小姐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邀请你当我的舞伴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约了。好，下次吧。哦，对不起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。小姐，你很面善，我们是不是哪里见过？应该没有。哦，我想起了，高盛集团的慈善晚宴，当晚你是司仪，对吗？简君豪。你好，我是 Ella。你就是那个地产界的王子简君豪？不敢当。这是我卡片，有空吃个饭吧。如果我们有缘的话，以后还可以再见。君豪，可以进场了。走吧。死者的身上有多处的刀伤，最致命的一刀是在腹部，导致死者失血过多而身亡。孩子都快出生了，这个简君豪怎么下得了手？能不能让我见君豪？恕我无法通融。你应该知道这次案件的严重性。简君豪是公众人物，这次闹出一尸两命的命案，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，就连上头也特别指示我们要尽快破案。这个简君豪自从被我们扣留到现在，一句话都不肯说。有关这个女人的背景，我们都一概不知，到现在都不知道该联系什么人。对了，你是否知道她也是什么亲人？我只知道他是个孤儿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人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冷静一下。你叫我怎么冷静啊？昨天明明 Ella 还好好的。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，Ella 是被君豪刺死，送进医院之后就没气息了。这个混蛋，他到底在发什么神经？竟然为了这件事情伤害 Ella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啊？Ella 怀疑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是君豪的，可能被他发现了。但不管什么原因，他不应该对 Ella 下毒手的。
简君豪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为什么杀死自己的老婆？给我交代清楚，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你不说话对你没有半点好处。我看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，我们应该问不出什么。你不要再装傻了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现在面对的是一级谋杀罪的指控，一旦罪成，是会被判死刑的。我劝你最好配合一点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我要验 DNA， 我要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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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NA。喂，这件事我会帮你搞定。你神经病啊！干嘛打人啊？为什么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做了什么？钱我都已经给你了，为什么要去杀了 Ella？ 你知不知道现在害死2条人命？是2条人命啊！这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打了你这张脸，打了你这张脸，看你以后怎么骗女人！这么说，警方确实有不让你保释君豪的理由。听警方说，君豪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不如我飞回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你刚到了沙巴，我等一下会约俊豪的爸爸，我们再讨论接下来应该有什么打算。需要帮忙的话，一定要让我知道。你不要什么事都一个人扛，你还有我。我知道，你不要担心。昨晚又没睡好吧？发生这样的事，我怎么可能睡得着？怎么说，他也是 Olive 的爸爸。我真的不知道 Olive 知道这件事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最近媒体都很关注这件事，我相信记者很快会找你和 Olive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一定会保护 Olive。你不要担心，这里有什么进展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李琦，昨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情，我就马上回来找你。好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不跟你聊了，待会打给你。薛警官，你可以带他走了。伤者录了口供，说不记得打伤他的人是谁，也不打算提告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去骚扰伤者，不然下次可没什么幸运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当然是找那混蛋再揍他一顿。刚刚如果不是被路人阻止的话，我是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他的。你可以冷静一点吗？如果你再犯，你觉得警方会轻易放过你吗？现在李逵认识他，我再怎么打他，他也不敢指控我的。他到底是谁？他到底做了什么Ella是被他害死的。你要我什么都不管，对不起，我帮不到。你说 Ella 的死跟他有关？要不是那混蛋，Ella不会搞成今天这个地步的。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其实角度还拍得蛮好看的。你到这个时候还跟我开玩笑？好了，说真的，你怎么会惹上这种人呢？我和这 Simon 只是一夜情，没想到这个贱人竟然用偷拍勒索这一招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其实你不必那么紧张的，你大可不用理会这个人。我怎么可以不理？我不给钱的话，他会把视频发给君豪的。就算你给他钱，你能保证他不会贪得无厌、没完没了的吗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做？干脆一点吧，就跟你的富二代坦白，反正那个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也没多久，就说 Simon 是你前度男友，当时曾经藕断丝连，他应该不会介意的。这不行，君豪不能知道这件事。为什么？难道有其他顾虑？那你不老实告诉我，我很难帮你的。其实我担心肚子里面的孩子可能不是君豪的。我后来照着 Ella 的意思，给了那家伙一笔钱。可是没想到，那混蛋没多久就来骚扰 Ella。如果不是这个人的话，简君豪根本不知道这件事。你现在明白为什么要打他了吧？对不起，
我之前还以为 Simon 是你找来陷害我的。那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回想起来 ，Ella 之前跟我提过简君豪的精神出现问题，还很担心的说，不知道简君豪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。我当时不当回事，我还每次捉弄他是不是产前抑郁症，总是喜欢胡思乱想。要是之前我可以早一点发现事情的严重性，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了。你不要太自责了。我和 Ella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所以我们明白，知道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争取这个道理的。不管是衣服、玩具、零食都好，有些时候有家长要来领养孩子的时候，在场的每个孩子都扮得很可爱，就希望可以留下好的印象给对方。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，如果你不够努力的话，你是没有资格拥有幸福的。我知道 Ella 之前破坏你家庭幸福，是她不对，你可以说她自私，但是在我眼里，她只不过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。那个时候，我的确很痛恨他，不过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现在只想想办法，怎么可以帮到君豪。杀人填命，就那么简单啊！况且现在一尸两命啊！你可以说简君豪精神出现问题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次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他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之前你说 ，Ella 怀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君豪的，她有没有再三去确认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之前 Ella 叫我陪她去化验中心做检验，本来这个星期可以拿报告了，不过现在这报告什么意义都没了。妈，你回来没几天，你又想去哪里啊？ Olive 的老师打电话给我说，Olive 看到他爸爸的新闻之后，心情很不好，所以我打算过去看看他，顺便陪他几天。我还在想怎么跟他开口，原来他已经知道了。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，很多事情都瞒不了他，而且他比你想象中懂事很多。事情发生到现在，他都没打个电话给你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是不想我担心，少烦一件事。 他这么懂事，你还担心什么？不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你留下来处理你的事 ，Olive 那边有我看着，除非你信不过我。不是这个意思。虽然我对你的前夫没什么好感，不过他毕竟是 Olive 的爸爸，我也不想他们以后连见面机会都没有。妈，谢谢你啊。好了，我走了。 这里的事你看着办吧。怎么不打电话给我，让司机去接你？对不起，没有通知你就回去了。事情解决了吗？解决了。 那就好。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是关于汤美琪的事吧？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一直对我们的婚事有所动摇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。你不用说，我没有怪你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我付出或牺牲多少。 我还是留不住你的心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让你在这个时候改变主意。或许在你心里，你就一直放不下汤美琪，就好像我放不下你一样。我不会勉强你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，是我错了。这一切，是我一厢情愿。可以好好的陪我吃一顿晚餐吗？
Ellen。林经理，严先生早。早，你有没有看到未婚妻啊？没有啊，我从今早6点换班到现在都没见过方总裁。难道他昨晚就出去了？我听酒席部经理说，他刚刚尝试打电话给他确认婚宴菜单，可是他关机了。我也联系不到他。所有房客进出酒店都一定会经过大堂的。我帮你问问昨晚值班的同事，看看有没有人见过方总裁。那麻烦你了。 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我付出或牺牲多少，我还是留不住你的心。或许在你心里，你就一直放不下汤美琪，就好像我放不下你一样。北基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怎么简旭廷先生还没来啊？爸，可以开始了吧？我们可以上去了。时间宝贵啊！直接告诉我，你们想到了什么好的办法，可以帮他脱罪？很坦白说，目前所有的证据都对你的儿子非常不利。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极力证明他并非蓄意杀人，希望能够争取到修改控状。是有什么好的策略可以帮他脱罪啊？不是减刑。简先生，Michelle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要完全脱罪的可能性并不大。 他在拘留所度日如年，你们找我来听一些对他没有帮助的话，这是在浪费谁的时间？爸，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帮君豪洗脱罪名，不过 Ella 遇害的时候只有君豪在场，而且凶器上也只有君豪的指纹。如果你找其他的律师，他们也会给你一样的答复。我们跟医生了解过简君豪先生的精神状况。 目前倾向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，来作为抗辩策略。只要拿到医生的心理评估报告，我们很有信心，将谋杀罪名改成误杀。爸，不要太担心，要照顾好身体。他还需要我担心吗？整天拿我的钱到处玩女人，现在可好？ 杀人的事都敢干了啊！败家子，你知道他妈妈日子怎么过的吗？白天吃不下饭，晚上睡不着，每天都在哭，双眼都快哭瞎了。爸，代我问候妈，叫她放心。我过些时候也会带 Olive 去看你们的。 你们过得还好吗？他把你伤得那么重，你还肯帮他，你也太委屈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君豪也是 Olive 的爸爸，我会尽我所能帮他的。他受很多了，你要懂得照顾自己啊。我会的。记得，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媳妇儿。 有什么事找我，别一个人扛啊！有什么进展再通知我。
以他的性格，对儿子媳妇的管教应该很严才对啊。真的很难想象，你以前是怎么和这位老人家相处的。其实，我跟他相处的机会也没有很多。他跟俊豪的关系很疏远，我们也是逢年佳节才回去吃一顿饭。我看到他为俊豪的事操心，也是觉得很心疼。其实也可以理解他脾气为什么那么暴躁。看新闻说，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，他的财产差不多蒸发了一大半，就连亚洲地产大王这个名称也要拱手让出。现在他的儿子又出了事，也难怪他的心情会那么烦躁。看来你比我还更了解他。当律师的手册，见 client 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俊豪，你还好吗？俊豪，你爸爸已经委托了我们的事务所帮你打这场官司。我这2位老板都很有经验，你只要跟他们好好配合就可以了。他应该很生气吧？啊？他很关心你。一直跟我说，一定要想办法帮你。君豪，你好吗 ？Olive 在怎么样？他知道了。Olive 知道了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妈在学校陪他。报应，这是报应啊！原本好好的家，给我搞糟了。你不要这样 ，Ella 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。可是你还有 Olive 在家等着你回来，这是个持久的战，你一定要撑下去。姐，我要你帮我一个忙，我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事啊？Ella 肚子里面那个孩子的 DNA， 我要知道是谁的孩子。重要吗？我要知道真相，我要知道真相。Ella 生前的确去验了孩子的 DNA。孩子是不是？孩子确实不是你的。贱人！君豪，你别这样，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打这场官司。其他的东西别去想了，好吗？贱人！罗先生，姐夫，嗨，爸妈，回来了。今天有什么事啊？为什么医生特地叫我赶回来？家里来了一位神秘嘉宾，你猜猜看他是谁啊？谁呀？Jeremy， 你怎么跑回来的？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美国准备考试的吗 ？Daddy，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哦，你外公的生日。对呀，所以我要特地回来为外公庆祝生日啊。怎么样？
坐了一天的飞机，累不累啊？还好，只要外公你开心，什么都值得。哪有像你这样的大学生啊？你这样跑回来，那你考试怎么办？哎呀，孩子都已经回来了，就让他放松几天吧。考试又不是人生的全部啊。难得儿子这么有心，你就别管他了。反正你平时这么忙，都不怎么管儿子的事，不是吗？李杰一向来的成绩都很不错，都不需要我们操心。相信这一次啊，也都一样，对吧？那是当然的，我可是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敢回来的。外公，等我一拿到成绩，第一时间寄给你，给你当做生日礼物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啊，一言为定哦。是啊，我们很久没有见 Jeremy 了，反正他的生日快要到了，我们这一次就一起替他庆祝吧。妈咪，你很偏心啊 ！Jeremy 还有2个月才过生日，下个月是我过生日才对。还是外婆对我最好了，你羡慕不来的。明天我只能够陪你们吃早餐，因为下午我有个重要会议要开。外公，你不是快要退休了吗？这是我退休前接的最后一个案子，我相信大家应该略有所闻吧。该不会就是简君豪的杀妻案吧？没错。真巧，我刚受简君豪的父亲的委托，接手他的官司。看来这案子精彩喽！幸好不是检控官，否则的话，姐夫你要当心喽。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们肯定有机会对上的。爸，有事找我谈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在网上也能够下西洋棋，要不是李杰教我，还真不懂有这个玩意儿。Jeremy？ 嗯，他什么时候教你的？这半年来，他一直在美国没回来过。我们是在网上聊的，线上网很方便。其实我跟你儿子啊，一直以来都有保持联系。原来是这样。话又说回来，你这个儿子啊，成绩还真不错哦。我相信他毕业回来之后，一定能够进入总检署工作。现在还言之过早呢，他能不能顺利的毕业还是个未知数。再说，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到国外去体验生活，他毕业后可能会打算留在那里，说不定。我说你啊，好像根本就不了解你这个儿子。我觉得你应该抽点时间跟他沟通沟通啊。我不觉得我跟他沟通上有什么问题啊。那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他的愿望是什么？他最想做的就是继承我的衣钵，为本地司法效力。天良，我想要你放弃简俊豪的案子。你为什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？这些年来，你已经累积了不少经验，是时候该考虑转换环境。我现在经营的事务所已经上了轨道，而且是我多年来的心血。我不觉得有必要转换环境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在本地当职业律师，怎么样都不如在政府的法律部门工作。你说对不对？总检署那边第2副检察官刚刚离职，听说到现在还没找到适合的人选，也不排除他们会找一个资深的律师回来担任这个职务。如果你有这个意愿，我可以向淼云推荐你。就算是这样，也没有必要在这时候放弃简俊豪的案件。我考虑到几个因素，一来，简俊豪的杀妻案已经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，我不想我和你之间招人非议；二来呢，我希望你能够专心为自己的前途做打算。你的律师行做了这么多年，也不见得有起色，倒不如趁这个时候转换跑道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错过了这一次，就很难确保将来会不会有这个机会。罗先生，事隔到现在已经1个月了。因为案发当晚我刚好出国公干，这几天才回来。我也是无意间看到这则新闻，才发现这位见义勇为的保安竟然被起诉。我替他觉得不值，所以
我主动的跟警方联系。你怎么还在这？哦，我在处理一些文件，是关于简君豪的案子吗？一起去吃饭吧。嗯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？如果你想避嫌，我明白的。明天开会你就不用进来，简旭婷那边我会跟他说的。没有这个必要，我真的能应付。我不是信不过你的办事能力，只不过以你跟简君豪的关系，我怕你会感情用事，对你或者是对他都没有好处。君豪在我心里只是 Olive 的爸爸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那安生呢？怎么突然这么问呢？有人跟我说，你前一阵子因为过去的事，情绪上出了问题，有人特地从外地飞回来开解你。一个男人能为你这么做，你不会有一点点的感动吗？又是中人爆的料，谁爆料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。我和安生的确有一段值得回忆的过去，只是你也知道，他跟 Helen 快要结婚了，他们一天不解决之间的问题，我们是不可能开始的。以 Helen 的性格，她应该不会那么轻易的放手。那只能说，我们没有缘分在一起了。如果你是真心喜欢这个男人的，就应该主动的去争取你想要的结果，而不是被动的在这里等待对方的答复。你之前不是不相信爱情吗？怎么现在换成是你来鼓励我？我是看到你这一副模样，我才叫你主动的去试一试。就算结果不是你想要的，总好过像现在这样纠缠不清，影响心情，影响工作。你误会了，我今天纠结不是因为感情，是……救命啊！走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我的手有伤了。谢谢你。于少，安全起见，还是给医生检查一下吧。嗯。你肚子应该饿了，我煮点东西给你吃。不必了，基本上我3餐都在外面解决，厨房里没什么吃的。你是我遇过第一个把家里当酒店的人，饼干、杯面之类的东西应该有吧？如果你下次上来的话，顺便给我带一点吧。嗨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要你过来开会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知道这件事比较急，所以就马上过来啊。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回去，记得看医生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路上小心。嗯。你的手怎么样了？怎么会弄伤的？你上来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？有啊，我也发简讯，也尝试打电话给你，可是你关机了，所以我就直接过来啊。没事吧？只是轻微的扭伤，没什么大碍。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我想休息了。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不开心啊？我们很早以前不是已经有过共识了吗？大家开心过后就算，不必太认真，彼此不干涉对方的生活。是啊，那就当做我来关心一下伙伴，这应该没什么不对吧？刚才被美琪看到你突然的跑进来，她会怎么想？就算让她知道我们之间关系也无所谓啊，我不觉得有问题啊。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，你们男人每个是不是都是这么自私的？你变了。我一直都没变，变的是你。你上来的次数比以前多了，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多，请你搞清楚，我不是你的情妇，也不是你的小三，我做任何事情不需要经过你同意，也没有必要对你的情绪负责任，更没有义务取悦你。我一直觉得在家里得不到尊重，还以为在你这里会不一样，没想到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。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
周警官，连先生，有没有未婚妻的消息啊？我们已经派人彻查过了，暂时还没有实际的收获。已经3天了，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了？本来最大可能性是绑架，可是至今没有任何绑匪联系过你，所以我们暂时排除这可能性。连先生，我想再跟你确认多一次，事发前你的未婚妻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或者你们是不是起过争执，导致她刻意躲开你？该说的我都交代过了。他失踪的那一晚，我才回来沙巴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如果我真的跟他起争执，他应该离开沙巴才对。好的，我们进一步彻查。这段时间，麻烦你继续留在这里，以便协助我们调查。我知道。连先生，刚刚柜台那边收到这个包裹，是指定给你的。谢谢。钱包的女主人在我们手上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我要跟他讲话。你放心，我们只是求财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们不会伤人的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们知道你刚刚去见了警察，如果你敢再轻举妄动，我们就立刻撕票。不要乱来！你们要什么你们说，不要伤害我女朋友。我们知道你们2个人开了一个联名户口，里面有100万。你现在去银行把全部钱取出来，之后我再联系你。喂，喂。喂，钱我拿到了，接下来我怎么做？在前方有个垃圾桶，垃圾桶里有一个注明你名字的信封，信封上会指示你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先生，已经到了，总共138。你确定是这里啊？肯定是这里的，不会错的。你能不能等我一下？等一下我需要你载我回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要赶着交班，没办法载你。你要回的时候，就打电话到门总台叫车吧。谢谢。用着了。喂，马上拿着钱上车后座，我的同伙会载你去见你的女人。怎么，不敢上车？你不怕我会改变主意？我马上上。喂，如果你不想替你的女人收尸，就把眼睛蒙上。好。真的很好奇，你对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有没有觉得一丝后悔？我知道你爸有钱，会请最好的律师帮你打官司。可是不管你最后是被判有罪还是无罪，在我眼中，你还是一个连自己儿子都不放过的杀人犯。你说什么？验尸报告已经证实了，孩子就是你本人的，你还想否认？孩子不是我的，不
是我。怎么样？还是找不到艾文吗？算了，不用等他。待会你跟我上庭，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。众人，原来你认识罗先生的。你说哪位罗先生呢？上次出庭作证的罗先生。前2天，我看到你们在一起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一天我一个人在家，我看你认错人。我要上厕所。你们2个看着他。徐警官，汤律师，你不是想要求我让你单独跟简庆豪见面吧？我可不能答应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刚才看到君豪，好像有一点不对劲。一个自己亲手杀死老婆孩子的人，还能对劲吗？他甚至还坚持，孩子不是他的。你刚才是不是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们在车上说了什么，还需要跟你报告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有些话可能会刺激到他。我在车上，就只是问他会不会后悔杀死自己老婆孩子，还有，为什么连自己亲生骨肉都不放过？冷静点！冷静点！简俊豪，即刻把枪放下！君豪，你听我说，先把枪放下，一切好商量。君豪，君豪，汤律师，你不要过去啊！他情绪已经失控，很危险的。君豪，把枪放下。是我。艾拉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不是我的？是不是我的？不要！我知道你也不讲的，俊豪。俊豪，你只是情绪失控罢了。我杀死自己孩子，我杀死自己孩子啊！你想想，如果你死了，那Olive怎么办？还有你爸爸妈妈他们这么疼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们？俊豪，放过我，你给我解脱！不要，俊豪！每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